爸妈白天明明还好，一到傍晚，就像被按到另一个开关。刷牙回家，翻东西，怀疑外面有人，甚至突然变得很凶。最累的是他最乱的时间，刚好也是你一天最没电的时间。你可能会忍不住想，他是不是故意找我麻烦？但有些时候，这不一定是脾气差，这可能是黄昏症候群。简单说，就是失智长辈一到傍晚，混乱、不安、焦躁被放大的状态。黄昏症候群最麻烦的地方，不是只有爸妈乱，是整个家都会被拖进去。你可能刚下班，晚餐还没煮，孩子可能还在叫你，你自己也还没吃饭。结果爸妈开始走来走去。我要回家，外面有人，我的东西不见了。你想安抚，他不听；你想解释，他更烦；你想阻止他出门，他觉得你在害他。所以照顾者真正崩溃的，不只是爸妈傍晚混乱，而是你明明已经快没电了，还要接住他一天里最不安的时刻。这不是一句多一点耐心就能解决的。我一直觉得最便宜的照顾建议，就是叫照顾者再忍一下。忍耐不是方法，忍耐只是把照顾者往里面压。黄昏症候群要处理的，不是叫你更会忍，而是要提前把傍晚这个爆点拆掉。你可以把黄昏症候群想成，到了傍晚，失智长辈的大脑开始撑不住了。白天他可能还能勉强分辨这里是家，现在是白天，等一下要吃饭，眼前的人是家人。可是傍晚一来，很多东西一起变难，光线变暗，影子变多，窗户开始反光，电视、厨房、家人的声音混在一起，身体也累了一整天。这时候他的大脑比较难判断我在哪里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天黑了，我是不是该回家？外面那个影子是不是有人？我的东西是不是被偷了？所以他不是突然变坏，也不一定是故意闹你，很多时候是傍晚这个时间点把他的不安放大了。很多家庭最容易误判的是，以为爸妈是突然爆掉。其实黄昏症候群通常不是突然爆炸，它比较像慢慢升温。可能下午4点半，他只是有点坐不住；5点，他开始一直问时间；5点半，他开始走来走去；6点，他开始说要回家；6点半，全家准时开战。所以重点不是等6点半爆掉后再救，重点是4点半、5点，你就要看懂讯号。你可以观察爸妈傍晚有没有这5个前兆。第一，开始坐不住，原本在看电视，突然一直站起来，走去门口，走去房间，又走回客厅。你问他要做什么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这时候不要只觉得他在乱走，这可能是傍晚不安开始升起来了。第二，开始反复问时间。现在几点？要吃饭了吗？等一下要去哪里？是不是有人要来？他不一定是真的想知道时间，他可能是抓不到现在的位置，时间感乱了，安全感也会跟着乱。第三，开始找东西，找钥匙，找包包，找钱，找衣服，找一个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。很多照顾者会急着说你又在乱翻，但有时候他不是想把家弄乱，他是在找一个让自己安心的东西。第四，开始对环境不信任，一直看窗外，一直看门口，觉得外面有人，觉得家里怪怪的，觉得东西不见了。这时候你急着说没有啦，你不要乱想，他不一定会安心，因为他当下感受到的害怕对他来说是真的。第五，开始对你的话反应变大，白天你讲一句，他
他还能接受。傍晚同一句话，他突然生气。不是你每次都讲错，是他那个时间的大脑已经更脆弱。同样一句话，白天听起来还好，傍晚听起来可能像命令，像责备，像阻止他。这些不是小事，这些是傍晚要报之前的讯号。看到讯号就不要等。阿和是一句话，黄昏症候群不是报了才处理，是还没报之前就要先降温。这支影片你不用记一堆，先记这5件事：开灯、降噪、固定流程、避开开战事项、确认身体需求。但这里的5点不是每一家都一样，有些长辈可能4点半开始乱，有些是5点半，有些是晚餐前后。你要抓的是你家爸妈开始变不一样之前的那半小时到1小时，不要等爆了才做，要在升温前先拆。第一，先开灯，不要等家里暗了才开。傍晚开始变灰的时候，就把客厅灯、走廊灯打亮，窗帘可以先拉上，减少玻璃反光。因为有些长辈不是怕黑，他是怕看不清楚。看不清楚，大脑就会自己补画面，影子像人，外套像有人站在那里，窗户反光像外面有人。你可以边开灯边说，我把灯打亮，这样比较清楚。现在傍晚了，我在这里，我们让家里亮一点。这不是小动作，这是在先把他的世界变清楚。第二，先降噪，傍晚不要让家里像菜市场，电视新闻很吵，先传小，家人不要一起上去纠正，厨房声音能减少就减少。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帮忙，但长辈感受到的是被包围。一个人说你坐下，另一个人说不要乱翻，又一个人说你又在乱想。对他来说，这不是帮忙，这是压力。所以傍晚如果开始不对劲，留一个人主讲就好，其他人先安静。你可以说先不要一起讲，我来陪他，电视先传小，我们不要让他更乱。这不是溺爱，这叫控场。第三，固定流程。失智长辈最怕的是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。你每天傍晚如果都不一样，他的大脑会更难抓住安全感。今天5点洗澡，明天5点出门，后天5点全家一起吵，他会更乱。所以你可以把傍晚做成固定顺序，例如5点开灯，5点10分喝水，5点20做固定位置，5点半放熟悉的音乐，6点吃饭，句子也固定。现在傍晚了，我们先开灯，先喝水，你坐这里，我陪你，等一下我们吃饭。重点不是命令他，重点是让傍晚有路可走，有路可走就比较不慌。第四，傍晚不要排最容易开战的事，这点很重要。如果你知道爸妈傍晚最容易乱，就不要把最难做的事情排在傍晚。洗澡、剪指甲、换衣服，讨论前要他接受新安排。很多人一起来家里，这些事情本来就容易引爆，你又放在他最脆弱的时间点，就很容易出事。有时候不是你方法错，是你把最难的事排在最容易爆的时间。如果洗澡每次傍晚都吵，能不能还到白天？如果新闻让他紧张，傍晚能不能不要看新闻？如果晚餐前最容易焦躁，能不能先给一点小点心或水？照顾不是更努力硬扛，有时候是避开那个一定会爆的点。第五，确认身体需求，不要把傍晚的乱全部当成情绪问题。长辈可能是饿了、渴了、想上厕所、太冷、太热、便秘、身体痛、睡不好，只是他说不出来。他不会清楚告诉你，我现在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我比较焦躁。他可能只会走来走去，发脾气，抗拒你。所以傍晚一乱，先检查基本需求，有没有喝水，有没有吃点东西，会不会太冷太热，是不是想上厕所，今天有没有特别没精神，身体有没有哪里痛。如果是突然变得比平常严重，或合并发烧、疼痛、排尿异常、跌倒后变化、嗜睡、意识怪怪的，不要只当成黄昏症候群，该问医师就问医师，这不是小题大做。
是因为失智长辈常常说不出身体哪里不舒服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一定要替照顾者讲，黄昏症候群不只让爸妈乱，它也会让照顾者乱。因为傍晚通常也是你最没电的时候，你刚下班，饭还没吃，家里还有事，可能孩子也在等你，结果爸妈在这个时间开始乱，你不是没耐心，你是刚好在自己最累的时候遇到他最不安的时候。所以你要做的不是逼自己永远温柔，而是先知道这个时间点本来就危险，提前开灯，提前降噪，提前给水，提前避开容易吵的事。这些不是叫你多做，是让你少抱一次。顾爸妈不是把自己顾到不见，真正撑得久的照顾不是硬忍，是你开始看懂哪个时间点会出事，然后不要每天让自己被同一个傍晚打倒。所以黄昏症候群来的时候，请记得，这不是讲道理的时间，这是降低混乱的时间，降低光线造成的混乱，降低声音造成的混乱，降低全家一起纠正造成的混乱，降低长辈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的混乱，也降低你自己快爆掉的混乱。我们不是要让爸妈永远不乱，很多时候做不到。我们要做的是，让原本每天6点半准时爆炸的家，至少不要每次都炸得那么大，让爸妈的不安有地方可以落下来，也让你有一点喘气的空间。如果你家爸妈也是白天还好，傍晚一到就像变一个人，先不要只怪他脾气差，也不要只怪自己不够会照顾。有时候不是谁做错了，而是那个时间点本来就比较难。今晚先做一件事就好，天还没暗，先把灯打亮，电视声音转小，不要等它爆了才开始救。黄昏症候群不是爆了才处理，是还没爆之前就要先降温。愿每一个傍晚都在硬撑的人，可以少一点自责，多一点准备。如果这支影片有帮到你，欢迎订阅。顾爸妈没家了。这里不是叫你忍耐到底，而是陪你用更有方法的方式顾爸妈，也顾住自己。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你家爸妈通常是几点开始变不一样？是4点多、晚餐前，还是天黑之后？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把那个时间点拆开。顾爸妈没家了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